儿大概以前3、4岁、5、6岁那时候最喜欢翻妈妈抽屉，然后我就一定是那个东西就是放在你床旁边的抽屉，因为它颜色很鲜艳，然后他就按就这样。他就说妈妈这是什么？我就说你知道妈妈平常工作很累，对，我非常需要按摩。我说你拿过来，我就这样按脖子。他说我也要试试看，他就这样按。在弄，然后就这样不管了，反正他长大自己会知道这件事情。后来果真他们有一天长大之后，我就说你们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很爱翻妈妈抽屉，翻到一个东西，他说我知道，你不要再跟我多讲了。我现在想到我就觉得很恶心。孩子呢是最爱模仿的生物，他从小到大呢的所有的学习都是从模仿开始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没办法控制他学会了什么，所以孩子的童言童语有时候都会害到大人哦。没有，除了孩子爱模仿之外，我觉得孩子可怕的地方是，他会的地方，因为像大人会觉得说，哦，这是什么秘密不能讲，对。可是小孩根本分不清楚，他在家看到发生什么事，他就会去跟朋友讲说，哎，我爸妈怎样怎样怎样。哦，对，很多都是。尤其我是明星，我都会警告我女儿说，你在学校有人如果问你任何家里的事，你都不准讲实话。哦，不是不准讲实话，是不准。那你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有需要隐藏着？不准讲，不准讲，太细啦，细节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找了几组爸爸妈妈呢，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小朋友。本身他们是很有秘密的。不能说的秘密，对，但都被孩子说出来了。是，欢迎思佳姐、李欣、钟华还有黄丽，对，2位没有小孩的，见习生，对，齐豫跟 Sabrina， 看要怎么教育小孩，叫他们 shut up， 没错，还是等下，还是你们小时候有童言童语害过你们爸妈？我妈妈啊，就是她跟一群阿姨来家里，然后聊减肥的话题，这样。减肥的话？对，减肥话题。然后我小时候不是都是那种品学兼优、很求表现的好小孩吗？然后妈妈就说什么啊，我最胖了什么的啊，我跟我真的什么生完小孩肚子什么的都很胖，都瘦不回来。然后我就说，妈妈，你一点都不胖，你最瘦了，你年年最瘦了。然后我妈就在大阿姨面前就觉得好丢脸哦，这样我很常就是因为自己太想表现，然后做出这种害家长的事。就等于说，你就告诉她的姐妹，你妈胸部很小，但你看得出来吧？有什么好在那边遮掩的？这没有人会讲出来吧？可小时候不知道啊，就觉得妈妈就是很瘦啊。看下来是很瘦吗？当然啦，不会突然变很大啦。Sabrina 嘞？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有当那个家教，所以我就是会到别人的家里，然后就是教小朋友这样。然后因为平常接待我的，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父母一起就是面试我嘛，然后后来就是成功了之后，就是都是爸爸跟我见面，然后跟2个小孩。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爸爸在里面工作的时候，我在外面教小朋友的时候，小朋友就突然跑过来，就2个小男生，他就跑来说，就是老师，你知道昨天爸爸妈妈打架吗？然后我就说啊，我就说怎么了？怎么会打架？这样他就说你要装冷静，但其实很想知道。对，然后他很可怕的是，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小男生就跑去厨房，然后拿刀子就说。昨天妈妈拿这个，要就是打爸爸，然后我就说拿刀，直接演出来了。然后去拿刀子给你看了。对，然后后来你要循循善诱，让他们讲出来啊。我那时候真的是有点太惊吓，然后我就说那有他们后来还好吗？就是有没有把事情解决？他就说没有，他真的好可怕。那时候我确实有在想说，是不是要。就是有要去警察局讲吗，还是什么的？在孩子面前这样子，或者是你如果害怕的话，你可以不要在那边当家教啊。对啊，不是，我是怕小朋友，或是怕他们以后吵架真的拿刀。我妈小时候也拿刀砍过我爸，我现在对，真的有砍吗？爆料没有，就是吵架，然后我妈就抄那个刀，然后我爸就躲起来，然后我妈就砍那个门，然后把那个门都砍掉。以前我们的爸妈对啊，拿菜刀乱甩，很长就动不动就对啊，然后烟灰缸就你来呀，你来呀，烟灰缸对，然后就还好啦。哦，那你没什么大不了。这样吗？那个早期的父母辈那个讲的
状况，所以是，现在你们应该更 care 吧？对，因为有些我们分2个，一个是言语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行为。我们现在讨论，如果是行为的话，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在孩子面前做的呢？我觉得现在的小孩真的防不胜防，而且他们好聪明，我都觉得我已经很谨慎了。但是他总会学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行为。比如说，我个人有个癖好，我很喜欢把饭店的拖鞋拿回家里用。我们也现在饭店的拖鞋做的很好，而且底都很厚，你就觉得穿一次然后就丢掉了，很浪费。他还每天都会补新的给你，所以我就收集了一堆饭店的拖鞋拿回家，平时自己穿，给客人穿都很方便，因为不用洗，然后穿脏了就丢掉就好了。然后我儿子发现了。他学了，他现在有一个癖好，很喜欢出去玩的时候把饭店的牙膏、牙刷那些洗漱用品都带回家。他收集了很多，就一大堆，哎，有照片吗？一大堆，然后就在家里，然后我们现在一家3口在家里都用那个饭店的，每天就是很局促的挤这种。我爸妈上个月来我们家小住，我要给他们买新的牙膏、牙刷，我儿子很骄傲说不用买，我那儿有。所以我妈妈来之后，就是还是用饭店那种小牙膏、小牙刷，节省呢？这个行为还可以。你这个，可是男生这个行为真的好像不是很推荐。你们能想象吗？他长大之后，然后跟女生去饭店，然后退房说，哎，宝贝儿带2个那个牙膏、牙刷回家，那能看吗？感觉是蛮窝囊的。对不对？出门就分手了吧？就这种小，而且我儿子现在12岁，小年纪拥有了阿嬷的品质，你就会觉得怪怪的呀。没有，你讲的没错，真的是担心他长大之后这种习惯会一直伴随到长大的，而且会越老会越严重。对，这很可怕。其实真的吗？这不是会这种习惯，不是长大了会改的习惯，这是会长大了会愈演愈烈的习惯。你的，对啊。你说有一天回家，你看发现家里没办法，封你的电视，没办法。啊，这太连电视都拿。哎，可是我怎么会想到我这个习惯他会学到呢？因为妈妈这样做，他就觉得我该这么做啊。可是你拿的时候兴高采烈，是，我是沾自喜。回来用的时候，你看你妈妈多聪明。可是你也只拿拖鞋，他怎么还可以发想去拿别的东西？而且还有一次更夸张，很丢脸。有一次我们就朋友一起去吃饭，你知道有的餐厅洗手间会放那个漱口水，一小瓶小瓶。他也拿了。他回来说，妈妈，哎，那个洗手间漱口水我是可以用的吗？我说可以呀。然后他就问大家说，你们有用吗？就叔叔阿姨有，他说没有。他说哦，他就点人数，他就就是8个人吧，他就拿了8个小那个。我说妈妈，这个我可以带回去，我们有8个人，应该可以用8瓶吧，就8小罐。他说这个我可以拿到学校用，哎，吃完午餐我就可以用这个漱口。可是我觉得小朋友做这件事是可爱的。但是如果长大的话，就真的是不是长大男生做这件事情很窝囊？像看如果中华，然后在那边一直狂拿饭店的那个，每天用那个小牙膏在那边这样，洗，对，如果是儿子直接反手不行。而且你知道，我儿子常常会学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，比如说之前小的时候，我有一段时间疯狂的迷恋看那 Discover 那种频道，看那种节目，比如说《原始生活21天》，你们有没有看？就不穿衣服，对，然后去野外生活，还有什么荒野求生这种的，我疯狂的迷。对，然后我就会跟我儿子一起看。我想说这种节目，其实小朋友也可以看嘛，就学求生的技能啊，然后荒野里面什么能吃，什么不能吃啊，什么有危险，什么有毒，很好吧？然后有一天我就听我在房间里睡觉，还没有起床，我就听到爸爸在外面客厅惊吼叫我儿子的全名，你在干什么？然后说把我从房间拎出去，快过来看你儿子在干什么？然后结果你猜我儿子在干嘛？在打洞吗？没有，抓生火，没有，他在家里抓蚂蚁吃。我的天哪，太多！蚂蚁可以吃，对，蚂蚁可以生鲜
线上叫蚂蚁可以见。频道没错。那段时间他小，他就蛋白质，他有癖好，就是那个小朋友那个糖果纸有的包装的很漂亮，爸爸都会丢掉，但是他会舍不得，他就会偷偷的塞在那个沙发缝里面、柜子缝里面。那糖果纸它就会有沾一些糖果嘛，所以那时间我们家有点招蚂蚁。好，这下招了，他跟那个食蚁兽一样在客厅那边。食蚁兽，太设计了。对，你能想象吗？猛了吧？你就带儿子看个迪斯卡我，他家里装蚂蚁吃呢。对啊，这个习惯现在还保留吗？没有，这个改掉了，这个改掉了。他只有不在你们面前吃吧？他上课的时候学校，我去当领队啊，对啊，我去森林。哇，现在去上课，我觉得现在连宠物要小心被吃掉。要去露营，我跟你讲，3天都不用带粮食，把我吃饱了，很可怕，这怎么会想象得到？你说防不胜防。所以中华，你有什么恶习被小孩学到吗？超多的，因为我有时候帮一些嘻哈年轻人录音，对然后他们可能没有录好，就会会干，我的，我小朋友就在语助词很多了。画那边。哇，哎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画画，他可能在画花之类的，可能花那边哇，好花哦。对，然后就有一次我带他出门，然后他跟朋友就看到穿嘻哈的年轻人，然后他们就看到我有小孩子，哎，中华哥你小孩子吗？哎，Hey man，他就哦，what the， 是，他以为那个是打招呼的方式，因为他听到的环境是很开心的环境嘛，对，他就用错一些语助词，我觉得我比较担心他将来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也是不小心听到我女儿在那边讲一些，我吓到说，你们长这么漂亮，怎么会讲这么脏话？对，我说妈妈一直以来都是很洁身自爱，不在你们面前讲脏话。他们说，可是以前小时候你带我们去吃饭，你只要一喝醉，你就大骂脏话啊。对，没错。我说有吗？有吗？有，记得了，那个大姨吧，还是谁？哦，所以小朋友都觉得好像可以，对，对不对？那黄丽呢？现在很害怕在小孩面前讲话，因为我真的有一次被害得很惨，就是因为我们妈妈群嘛，就是会比较八卦一点。就是之前有一个妈妈，就是她，他们现在离婚了，可是那时候还在讲要离婚的时候，就是因为爸爸，就是他一个爸爸偷吃，然后后来我们那时候就是妈妈群说啊，我们要开始找证据啊，开始给他一些想法，我们那群组通话，就是小朋友在旁边写功课，我是在客厅，然后他是在房间，可是他房间门没有关好。其实我们大家在群组通话的时候，我是这样讲，我也没讲小孩子的名字，我是讲爸爸妈妈的名字。可是其实小朋友他们通常不会记得爸爸妈妈名字，他只会说他是谁谁谁的爸爸，他可能说谁谁爸爸谁谁爸爸这样子。我们就是开始给那个妈妈意见的时候，然后讲时间差不多的时候，电话挂掉之后，我儿子他就突然就是去倒水，他就说啊那个谁谁谁他的爸爸妈妈要离婚哦。我说你现在不要给我乱讲话，为什么大人在讲电话的时候，小孩不要偷听？你写你的功课。我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，我以为他只是讲而已。对。可是他过了讲的一定很大声，还怪小孩偷听。你写功课，对啊，要不听好难。讲那个嘛。而且你真的讲八卦也是因为越讲越嗨，真是笨呢。小孩你不听见吗？不是，我们那时候心想说，我们只是在讨论我们的事情，想不到，可是他真的是都听在小孩当成聋子吗？没有，他真的要专心写他的功课。对，但他耳朵也没有听不见呢。对，可是我那个时候想说，还跟他讲，有跟他就是在三年里，就是指控他说，你不可以去偷听大人讲电话，那你要好好做你的事情，你要小孩子就要做小孩子的事情，就写你的功课。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呢，因为那时候那个爸爸妈妈还没有真的离婚嘛，就是朋友聚会，朋友生日，然后他们也是因为都是家族，就是就是有带小朋友，他们都会就是我们聚在一起。然后那天那一对就是那一对夫妻，他的小孩也有来，然后我儿子都会跟他玩在一起嘛。那时候很多小朋友玩就是见到面的时候就说打招呼啊，要叫人啊什么的。他一看到我那个当事人的小孩，他直接跟他说：“你爸爸妈妈要离婚了，你要跟谁？”然后我就直接，我就听了想说你怎么会
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每个人都是看我们这边，他说你怎么会讲这句话？我就跟我儿子说，小孩子不要乱讲话可。是你小孩很聪明哎，他除了转述你的事实之外，对他还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。对，对他有分析过这个问题这。个是一般主持人会问的问题。下一步就是所以直接直接切入是。可是我那时候其实整个就是很慌张，想说我天哪，我要怎么凹去圆？然后他就是好就是小朋友现在怎么最近上课上的怎么样啊？然后赶快去圆谎，然后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很硬，没有办法，我们每个人都硬转。当事人的那个脸色都不是太好看，他们就是那天就是聚会的时候也没有待到最后就走了。那有没有因此而跟你比较疏远？也没有了，应该是跟我们姐妹，他们后来那对夫妻都跟我们疏远了，因为他们后来真的就是因为处理，就是婚姻上面的事情，然后他因为后来就没有再带小孩子出来了，就是比较远离我们这一群就是亲子团这样子。那最后他跟谁啊？你还是很在意。陌生人是你 care 吗？他小朋友搞不好 care 啊，因为他当时问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答案。有，你儿子也是，我儿子也是这样问我的，然后我还是有告诉他答案。对啊，跟妈妈。对，所以私下你是。就我就是那种讲话比较直接的人，然后所以我就会跟我女儿说，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可以大声的说出来，你有任何感受都可以讲。然后所以我女儿就那种讲话就很直接。然后有一次我们是坐电梯啊，那你知道电梯难免会有其他人进来这样，然后那天就会夏天就很热，然后就进来一个男生，就可能味道比较重，捍卫。对，捍卫。然后我女儿就这样，妈妈，什么味道啊？我就说。没有，这个是原本就这样子。我想说，你也要我女儿很大声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本来电梯就是臭的，不是，我们就是因为我想要转移他的话题，所以我就说本来就是这样，然后我想开心的话题，然后他就这样，妈妈。好臭哦！他就这样，我就想说，你到底把我逼到什么境界？电梯里面就我们3个人而已，还想怎么样这样？我懂。那我又不能说是我自己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那我就说妹妹没有，我们马上就到家了，这样等一下就到了这样。然后他就是说，妈妈是什么味道啊？是什么味道？追问，这个时候不就不讲话就好了，默默大家到各自的楼层就没有这件事情。他还要，他就是要得到一个答案。他说。妈妈是什么味道啊？从哪里来的？好尴尬那电梯里面想说，如果这时候多几个人，还可以平均分到这个风险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们3个人，然后那个男生的他应该是站在你们前面嘛？对，你就看到他背影是这样，就在盯，他在盯，然后还有他的楼层比我们先到，就是还好是这样，然后门还开一半就立刻侧身离开。你知道就是因为那个场景是你不会想到会发生这件事情，因为那个门就要关的时候又被按开，然后那个人进来，你想说哦那也没有怎么样，他就进来这样，我女儿就马上那个门才这样子刚合起来，妈妈什么味道？臭，我说这门才刚关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很明显就是你就是针对他，但我又不能说妹妹哦这个人怎么样的，我们当然不能讲，对啊，运动完我也不能说是什么，就是不行，不好说，对，不好，因为我也不能说，那不然我们问他，我们也不能这样，对，而且你也不能说师兄不好意思哦，我们不是在说你，对不对？你有解决方法，所以我才说，如果这里面有很多人就算了，比如说有3、5个人，对，没有人会对号入座说，哦，他讲的人就是我，大家就会觉得说他。可是你可以立刻，比如说，我们等下回家的时候要不要一起玩一个什么游戏？转移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来不及，因为他的问题是一个接一个。要是我就会说，不好意思，妈妈刚放了一屁。我刚刚想的解答方式也是推在自己身上。我说妈妈放屁真的很臭，你要闻吗？可是他就出去说，妈妈刚在电梯里面放屁，你就要背这个锅，没关系，我宁愿背这个锅，我也不想要让那个男的觉得。对啊，对，人真的很好，好，那我下次会好有智慧，往我身上推，好了。对啊，当然是往自己身上推啊。还不能说你闻我头，我大概7天没洗了吧？对，还蹲下来给他闻这样。好牺牲啊！那个男的很帅，那怎么办？哎呀，算了，哪有这么复杂的问题？一个电梯就走了，复杂化起来有情绪嘞。所以我后来怎么办？玩密室逃脱。
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，只要加入会员的话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，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。只是还有机会而已，还有机会而已。反正就有可能。在电梯，那电梯真的很可怕。我女儿一在电梯里面，我上次带她去坐邮轮，那电梯里面那门一关，然后她就这样，妈，这个阿公是谁啊？这个人也没多老，就是比我老公再年长一点，就大概50几吗？对，应该还是要叫叔叔啊，叔叔之类的。对，然后她就这样，妈妈，这个阿公是谁呀？然后我就这样，我哪里有阿公？我说哪里有阿公？妈妈，这个是阿公吗？我说妹妹。那个不是这样，然后就是想要再跟他讲别的话，他也是陌生人呢。对，就是跟陌生人。我女儿就是很喜欢跟陌生人有互动聊天。我就说妹妹她不是这样子哦，你的阿公在家里，我想要转移他的话题，这样。她说哦，所以他不是阿公吗？我说他不是，他是叔叔这样。然后他就说妈妈是阿公。他就很坚持，其实也跟你蛮像的，对，其实就是你，就是很坚持，你的缩小版。然后我就会说，妹妹真的不是啦。然后我老公就傻眼，他就这样，他就说，好尴尬，他就说那个人就不到阿公的年纪，妹妹怎么会叫他阿公？然后我就说，可是因为他懂的他会的就是那一些而已。现在那个人就只能被归类为阿公的等级这样。然后就我老公就说，我要是那男的，我会超不爽。我老公还给我补这一枪，就整个电梯，然后你就看到那个阿公就这样。因为他没有想要跟我们眼神的交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内心一定想说是在讲他吗？乱讲话，你们还没有听说过我儿子乱讲话的事？你在电梯里面根本不算什么，你真的受的挫折太少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儿子受的挫折太少了。从我儿子上幼稚园开始，他接触集体环境之后，你就觉得哇，很多意想不到可怕的事情都发生了。没错，比如说幼稚园现在大家都教小朋友要乐于分享，对，然后训练他们表达欲啊，训练他们就是怎么跟朋友交流啊。所以我觉得幼稚园老师很可怕。他可以知道你们家所有的秘密，他如果想要知道你们家银行密码，都轻而易举。对，因为小朋友会把家里所有非常细节的事情，第二天都非常就是一早上一送进去，就跟老师兴高采烈的就争先恐后。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怎样怎样怎样了。我们家新消息。我现在我女儿都长这么大了，我每次在要开保险箱之前都是这样子。不让他们知道。都是还说你遮什么遮啊？我看到又怎样？我说。你有这个习惯动作？要，真的要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都放很开，比如说在老师面前说我妈妈在家里都穿很少这种，我都觉得都还好。有一次幼稚园教小朋友就是认识人体的就是私密处嘛，说这里不能碰，这是我们私密处要遮住啊，要穿衣服什么之类，就教这种类似这种事情。然后我儿子张口就跟老师说，老师我跟你说，我爸的鸟鸟很黑哦，还有长毛很大哦。等一下，这是最加的，最后一句是原话，加进去的，加进去的，真的，这是补的哦，不是，因为他会，我相信那没有很大，没有，真的，因为没有他的比较对象是他自己，他怎么会看得到他？因为他们两个一起洗澡，然后这个事情他回来跟他爸爸讲，他爸从此之后不去幼稚园接送他了，不去啊，老师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。对，他说我再怎么去，他就跟我说因为我开始不知道的事情，他跟我说明天你送你儿子，我说怎么了？他就把这个话叙述给我听了，我就回去给爸爸就心理疗伤。我说哎呀，谁都有嘛，什么他不说，老师也知道，而且起码有一句就很大嘛，就是还是一种赞美。对，这是老师转述给你们的吗？没有，小朋友回来跟爸爸讲的。我在学校这样讲。对，他不觉得那个是不能讲的。爸爸有揍他吗？啊，爸爸有没有揍他？没有，爸爸很崩溃，整个心理防线就是溃堤了。立刻哭吗？差不多，立刻哭。是这种事情，你给我讲出来，你出卖我。对，就真的很崩溃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而且我上小学，我也有被我儿子害过。就比如说，我们小朋友总会遇到那么一个班级里有一个妈妈特别能干。就比如说我儿子班级有个妈妈就很厉害，她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那么1-2天，然后手做那种小蛋糕啊什么的，那种做的就很像我们吃跑背的那种。对。就会显得我们这些人很无能，真的没有，然后很难回礼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那我做东西，对，一刚开
始你是这种心理，但是慢慢的，你这个羞耻心就会算了，就习惯了，就习惯了，你就习惯你的无能。但是你防不胜防。我有一天去接我儿子，我就看我儿子一看到我来，就跟他那个旁边同学还有老师啊说，我妈妈也会做这个，改天让我妈妈做给大家吃。完了，小朋友都会比他给你跳，哇，这个大坑呐！这个男人从小就长了这张破嘴，就喜欢吹水。对，哎，真的，我觉得这就是男生，男性这个生物是这样。你儿子太虚了吧？所以很大那个时候，很大的没有，那是讲实话。然后我知道我回去之后，我能说什么？我不可能当场把我儿子的面子踩在脚底下，对不对？我只能哈哈哈应承下来。我当天晚上彻夜难眠，我想我第二天我怎么去交代这个事情？而且我们妈妈总是还是想要帮那个儿子把那个面子撑起来。然后一大早6点钟我就醒了，我就开始就手机 Google 做市场调研，我看我们家附近有什么面包店，然后每一家去问，而且这个有一定难度，因为你不能买那个特别好的，对，要看起来它不像是你做的，要烂的感觉。对，也不能太烂，因为还要有一点手作感，对，然后也不能太烂的话，同学啊，你妈做的什么不好吃，又要稍微跟人家妈妈做那个差不多。对，然后做这个事情吧，你还挺心虚的，因为毕竟不是你自己做的。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说，就送去学校。然后中午老师会分给大家吃。对，我儿子回来就很高兴，但是我后来就慢慢教育我儿子，因为刚开始你生小孩，后来有没有跟他坦诚说，其实那不是我做的？没有，就也不用特别说，反正任何事无巨细，你就显得你很无能啊。妈妈不行，妈妈不会，因为刚开始我们就都想要在小朋友心目中树立一个特别完美，就妈妈什么都行这种形象。随着他慢慢长大，你就发现这样不行，你要当个躺平的妈妈。就我妈不会，妈什么都不行，妈这辈子什么都做不了。这样其实反而好，真的。这样小朋友他会变得慢慢越来越，他觉得啊，我妈指望不上，我必须要自己靠自己，越来越独立，对，越来越独立，越来越强大。对，所以真的我们要躺平，要躺平，我们要当躺平的妈妈。可是我们家的小孩子也是生日，我老婆就会做蛋糕给他。哦，老婆好厉害！哇，要逼死谁一个是班级的，一个是安亲班。你老婆怎么那么讨厌啊？我们好怕这种你怎么妈妈。会做这种东西？小朋友生日嘛，就给他带去学校炫耀，然后就会变成他在班上，他一个人拿着蛋糕站在司令台，所有那边祝你生日，对，他超尴尬那个人。他没有喜欢，是不是？他不喜欢吗？妈妈明年开始我不要蛋糕。他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说，蛋糕可以不要，就是乖头放个糖果就好了。哦，就蛋糕这个，他就是面子很重要，男生啊，对男生，他感觉他要酷很低调，被赞美就好了，他不喜欢被人家这样捧。所以全班一起唱生日快乐。所以我觉得女生的话，感觉就是没有他的儿子啊，儿子。哦，我儿子很爱。你儿子好难哦。不一定哎，我觉得有些就会比较那种会尴尬癌的小孩子也是会。哦，可能比较内向一点，或是我儿子是比较 open 一点，高调，很讨厌那种比较。男生喜欢比来比去，会，他们现在是比较一定要的啊，那种中学年3、4年级就会喝那种麦香红茶奶茶，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。我儿子是5、6年级，高年级他们就要拿湿乐冰。然后走路会有风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说你为什么去变成会变这样子？你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会有风？就是高年级才能喝，这是垃圾食品啊。然后那些3、4年级就是哥哥好帅，他们会有一个幼稚园就有那个养乐多。对，他们会有一个年龄层的那种高阶饮料。对，我就觉得现在年轻人很有制度化。就是我们流行什么？你们学校是拿私人东西最屌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还不能喝这个，你们还在穿总统买内裤，我们已经穿那种图兰库斯内裤了，对，比较四角裤，对，运动型，你们还是三角形，他们连这个都要比。对，什么袜子，爸爸我要去买袜子，我不要名牌的，我要卡通的。名牌的好啊，没有，我要跟他不一样，现在要走这样子。对，袜子有在比。对，大家都穿 Nike，我不要，我要穿普马的。就是他们会去这样子比的，圣节的时候真的，
扮的比较厉害，对不我跟对？你讲，我女儿幼班，我想说能多了不起，弄个几件衣服穿上去意思意思。学校还要搞游行，那我女儿喜欢那个 baby shark 嘛，那 baby shark 好办呢，就一条鱼套上去，鲨鱼你就搞定了嘛。对。然后她说哦，家长也要一起同欢，你也套一条鱼，我们就3条鱼，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们就3条，一只黄的，一只粉的，跟一只蓝的。那我老公比较大张，我已经买最大，然后他还超 K， 他穿上去然后就变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这样，然后我就说为了你女儿，你忍一忍，男人的面子不算什么，就是女儿开心就好。然后女儿坐车就很开心啊，耶耶什么什么妈妈下，daddy 下这样哦，然后一下车我们全家傻眼，手座。哦，变形金刚，对，我从那一次就是被打击到了。那我今年就跟我老公说，我跟你讲，今年就是跟他拼了，我们全家就是要弄厉害的。你自己想赢好不好？不是啊，因为你知道全部家长都会出啊，你平常不会看到全部人的爸妈，你就那几个小孩，你就想说，如果今天只有小孩在那边，我们大人在后面这样看，那也就算了，他们自己的输赢嘛。但你爸妈都聊进去的时候，那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对啊，手做是做不出来，但是就是至少要去弄个几套厉害的。不是因为我不能输，我还会发专业的妆法，是不是？到你家。因为有些小孩子顶多戴个面具，然后扮可怕，然后这边画个那种自己画黑线刀疤，没有我说。你要画最可怕，把他自己，他照镜子都会被自己吓到，电影的那一种，脸超烂，然后你眼珠要掉出来吗？他说，先不要，很认真的了。然后我说太像了，不行，这不够恐怖，这再恐怖一点，看一看是不是？而且还要比那个万圣节 party 谁办的最恐怖。对对对，就是比那种大团。我现在是你知道我万圣节 party 大王，每个人就是快到万圣节就说。哎，你们今年也要办 party 吗？期待你的，因为我第一次办的就是办很好，因为我有很多 gay friend，他们都很乐于来帮忙。然后我们就有一个那个地方是有小房间，我说啊，不然就把小房间办成鬼屋，然后请我的 gay friend 在里面扮成各式各样的鬼，然后吓小孩，然后里面很暗，疯掉，然后妈妈们都扮得很 crazy， 然后小朋友就要排队一个一个进去，我就说，几年级以上的要那个一个人进去，小学的。那个要就是结伴，对，然后有小孩是真的是哭着出来说妈妈，超级有成就感。然后因为我都会跟 gay， 因为那个 gay friend 都会问我说，哎，到底是要温馨的还是要把小孩吓哭的？要吓哭。他说那我们就真的卯着劲哦。我说好，就是小孩进去他们就这样妈，然后就抓他们那个小孩。可是他们明年还是要来挑战。对，他们就说哎，我们今年要挑战我一个人进去。小孩就是这样，对，小孩棒哦，哭也是很爱啊，那个很出风头。真的。今年还要办吗？今年我累了。哎，哥，我突然想到，就对于那个小朋友没有见过的人事物，他们真的都会讲出你意想不到的答案。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我表弟，就是我们之前过年，我们都一起去那个阿嬷家彰化那边，然后因为他们就是在中南部，所以他看到的人就是他能想象到的人。然后有一天，因为他就是这路上很健谈，他很爱帮我抓说谁有认出我什么，他就这样子，刘伯承他要跟你拍照，他就这样帮我指挥你。刘伯承他在拍你哦，他有认出你哦，就是那种他在路上就一个小尖兵一直这样，就那3、4岁这样，然后就很可爱。然后可是他有一天突然走在路上，我觉得他怎么突然QQ 的怪怪，然后一直躲到人的后面去，害羞了。然后我想说，跟平常很反常，不对，他小尖兵怎么会突然这样子？然后走过去，因为一个黑人走过来，他从来没有看过黑人，因为他就觉得他吓一跳这样子，然后那个人就他要走过去，然后一直这样。小孩因为小朋友没有看过外国人，他就会觉得说，害怕，为什么会长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？然后小朋友说，然后转过来这样，他晒黑了吗？我说哇，因为有些在地的人可能会讲中文。对，我说别，我说没有，就跟他解释说有各式各样的人种，因为小朋友没看过，确实会吓一跳。会。皇帝是不是也有小朋友没看过的东西？对，我真的那一天真的很想死，因为那一天就是我小朋友小班，然后他其实就是刚
刚要上学嘛，所以他就懵懵懂懂。然后因为我们都要送他去上课，但是呢，因为寒暑假的时候，因为都是小朋友的时间嘛，因为我有一个大儿子，所以我们时间都是留给他。那我们就想说啊，小朋友上小班了啊，上那个幼稚园了。小班了，我们可以就是他们去上课的时候，我们晚上可以就是过夜这样子，出去外面玩夜宿。我跟我老公，因为小朋友上小班了嘛，所以我们还没有调整那个时间。可是就是夜宿的时候想过，时间差不多，我们可能5、6点的时候就要回到家，因为早上小朋友起来，我们要送他去上课。可是那一天我没有想到，就是我把我的那个情趣的那个袋子放在后座，然后我的那个兔子的那个发箍我也放在就插在那个方向盘后面，不是有那种可以椅背后面还好啊。对，那个真的还好。可是我后来送小朋友上课的时候，我忘记我把那个拿上去了。然后因为那天就是太阳比较大嘛，后来小朋友上车的时候，他先看到那个发箍，然后他就说，妈妈这是什么？我就看他在拿我就是半夜在带的东西的时候，我说不要拿妈咪那个是女士的那天晚上兔子，它就一个长长的，然后他就这样大家说妈咪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说这是妈咪工作的东西，不要乱拿。然后他就看到我很害怕，很害怕他发现那个我那个袋子真的被他发现了，然后就直接这样在翻我的东西，然后翻一翻的时候他就翻到那个按摩棒，对，他就说妈咪这是什么？然后因为我就是平常有在工作唱歌啊，或者是去驻唱这样，我就跟他说那是妈咪的麦克风，哪会这样子？对，我就直接跟他说那是妈咪的麦克风，对，不是在不像筋膜他在那边抖因为我想的就是跟你讲的一样，对，我也是用筋膜。不是，我那个时候慌了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很怕拿到的时候，我后来就是我当下我直接说那是妈咪的麦克风，不要拿妈咪的东西，因为我就会跟小朋友说那是妈咪东西，不可以乱拿。然后他就这样，然后因为他每次上车的时候，他就跟我们说，妈咪我要放那个玻璃，或是放 BB 宝，就那个什么火车的歌，然后那他就是我们在开车他上学的时候，因为我开的那台车，我们家2台车嘛，有一台车它的窗户是没有贴那个隔热贴的，他就我在开车，太阳又很大，然后在这边哔哔啵哔哔啵，你知道那时候早上的时候有很多那种摩托车就是停车有没有？然后我都觉得我很害怕，就是我一直看前面，我就很害怕人家会往我们车内看，他就一直拿着我的那个按摩棒这边。你会唱歌？一般人的话会看得出来那是按摩棒吧？还蛮明显的啊。其实我后来就想说，因为我们家小的他3岁半而已，他就真的不懂。3岁半。可是他晚上的时候，就是回到家的时候，他就因为他们已经摔坏我好几次，就是我有买那种随身的麦克风，我都会放在家里。所以然后那一天就是他下课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哥哥讲了，哥哥5年级嘛，他就跟哥哥说，妈咪又买一支新的麦克风那个就是要叫他拿出来。我说那是妈咪的麦克风，你们不要再给我摔坏了，然后我们要把它藏起来。我到现在想说，我好害怕，我儿子在看到。不是他万一长大还记得这件事情怎么办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女儿是以前。他会去卖掉麦克风，那一只怎么不见了？ 3、4岁、5、6岁那时候最喜欢翻妈妈抽屉，然后我就一定是那个东西就是放在你床旁边的抽屉，然后一打开，然后我一定是我最怕没有电视这种事发生，所以 anytime 我都会把电池啊或者是要充电，因为装饱，然后我女儿就拿起来，因为它颜色很鲜艳。然后他就按就他这样，然后就这样，他就说妈妈这是什么？我就说你知道妈妈平常工作很累，对，我非常需要按摩。我说你拿过来，我这样按脖子，然后他说舒服吗？我说按完就整个就很放松。他说我也要，然后我说没关系嘛，你小孩不会这么。他说我也要试试看，他就按。小朋友那时候很熟悉的味道，还我嘴巴还在弄，然后就这样，听到你会变小，不管了，反正他长大自己会知道这件事情。后来果真他们有一天长大之后，我就说你们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很爱翻妈妈抽屉，翻到一个东西，他说。我知道，你不要再跟我多讲了。我现在讲到我就觉得很恶心。那你应该要特别教小孩，不能乱讲话吧？不能乱讲话。可是就是因为我女儿现在还是一种管不住，然后因为你知道，就是妈妈们很常就会一起聚会嘛，然后有比她大的，这样基本上都是跟比她大的一起玩这样。那因为他们都有放暑假，那我女儿就是没有放暑假，所以她就是还是都要去上课这样。然后妈妈们这样子玩的时候。他们就会问啊，妹妹，
妈妈有没有带你出去玩？就问我女儿，然后女儿说没有，上课。那些妈妈就会这样，啊，你都没有出去玩哦，你知道那个哥哥啊、阿姨大家去哪里？妈妈好多事啊，真的，就是我本来没那么在意，想说你们就是羡慕我小孩去上课，然后你们要自己带出去超烦这件事情。对。可是你知道被他这样一讲之后，你就想说这句话就是很针对，就想说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带我女儿出去？他是不是觉得我都没有在顾小孩这样？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讲说，妹妹想不想出去玩？想，妈妈带你出去玩。老师，我们要请假，然后我就跟老师请假。来啊，要玩就去玩个最猛，就那种限动要拍好拍满的那种，照片要拍好拍满。既然要出去玩，就是要穿得漂亮，一定要啊，一定要，因为你要拍一些漂亮的照片嘛。那女明星就是要穿得漂亮那种出去摆拍啊什么的，大家这样。好，玩了5天回来，我不跟你夸张，你光顾小孩有没有擦防晒，有没有弄好。你顾不了自己，真的，你起来有点淡妆就已经不得了了，因为他已经坐不住了。这样，那5天回来之后，我整个脸跟身体的色差有够严重。后来我一个女生朋友就跟我讲说，带小孩出去不用把自己搞得这么累。如果这些防晒啊这些东西什么你没有时间补，对不对？她说，你知道现在妈妈都流行什么吗？最新的趋势是穿的保养。哦，穿的保养。你说我们以前都是吃。对，喝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现在是穿在身上的保养。穿能保养？穿的保养，就像我今天身上这一件。这一件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件这件很好看啊，上衣，对不对？我还觉得先跟你们讲一下，它是一件保养衣。保养衣，好厉害的东西啊！真的很厉害，就是它看起来就是一件衣服。对啊，看起来就是一件衣服，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保养衣。这有温度吗？我现在身上这一件啊，就是来自法国的保养衣，而且呢，你知道，对，法国。比如说你们最近在滑 IG 时装周，那你会发现它有很多运动元素在里头。对，然后像一些时尚杂志，比如说 S 姐很常拍什么 Vogue 啊、芭莎啊这一些，我身上这件也是一个时尚杂志的品牌，很明显吧？大家一看就知道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品牌非常的时尚，而且重点是呢，这件保养衣，你不要看它这样子，只是一件衣服，你可以摸它的材质，它里面有胶原蛋白，所以我才说它叫做穿的吧，没有错。回到妈妈，它里面本身就有胶原蛋白，它织在布料里头，所以呢，你边穿它的时候，就像你看哦，我们过了25岁之后，你会有吃的、涂的、擦的，甚至去打的。但是这是穿在身上，大面积的接触它，所以呢，你带小孩出去的时候，别人妈妈在晒太阳被紫外线伤害的同时，你在保养自己。你有心机吗？一定要去野餐，坐在公园里的时候，他被晒到黑了5岁，对，没有。你就是在穿这件保养，你美了5岁，对，边穿边保养，穿起来耶，穿保养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有外套，还有外套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它里面是有石墨烯跟胶原蛋白。那你知道石墨烯这个材质，其实像今年的 P 牌那个很流行那个 P 牌，他们也有把石墨烯的这个成分织在它的衣物里头，所以它其实就是跟在这个时尚的这个尖端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重点是你穿那个外套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讲，材质很亲肤，他们的外套非常的亲肤。你看，像我这个是一件保养衣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也可以选择它有像这样子的外套，然后它的外套呢，它很特别的，就是你这样子拉是拉不下来的，它有一个锁住的，所以你要往上一点，然后这样拉。就可以下来了，对，所以它的这个设计其实我觉得很贴心，它布料是稍微比较软，比较亲肤这样子，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，比如说搭飞机啊、带小孩出去啊、校外教学啊，一件小小的放在包包里面就很方便。然后呢，刚刚因为我有说它是有那个胶原蛋白嘛，它是用这个高分子的嫁接技术，把这个保养等级的胶原蛋白织在这个衣物当中，所以你穿上它的时候，你会先觉得有一个亲肤性，然后再来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敷面膜一样，皮肤有种被敷面膜的感觉。比如说我的皮肤是比较敏感，像我是属于干性的皮肤，有些材质如果比较不好，我穿上去再脱下会有屑屑。因为干摩擦的关系，可是这件完全不会，就好像你的皮肤大面积敷了面膜，会有那种保湿啊、滋润的感觉，真的就是你们都可以穿穿看。我跟你讲，你们都会觉得怎么可能？对，可是你真的穿了，你就会发现它不一样，因为衣服就是这样。
皮肤大面积的接触，舒不舒服，其实你一穿就知道。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厉害，而且它还有那个手指套，哎，对，所以你看，就是真的你防晒是不是连手指这边，它都帮你顾到了，而且重点是它的版型穿起来很轻，这件衣服非常的轻，像没有穿一样，一塞到包包里面，而且它也不容易皱，然后因为它就织入到衣物里，所以洗涤它都不会不见。因为它是专门织进去的，所以我就觉得说像这样子的外套其实就很方便。然后，所以我最近都穿这个保养衣出去。你看，像我今天穿来上节目，我都不讲，你们也不会觉得它。对啊，对啊，你看我就这样子穿呐，就我很像你日常的穿搭，很像。可是问题是我也可以底下换个运动裤，配个牛仔裤也可以，也 OK。对哦，搭飞机啊，去任何地方它都很方便，可以单穿啊，下面穿内裤啊。我觉得好时尚也可以，我觉得是。背一支麦克风，我觉得是也可以。哦，可是换设计就换这个，换设计就换这个，不要拼了好不好？然后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，其实妈妈们要的东西其实就很简单，就是简单方便。所以你是说它脱下来之后，你的皮肤还会变更好？很润泽。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有一点异位性皮肤炎，然后他很多衣服他都不能穿，很多衣服就是因为可能比较刺激太粗糙了，他就穿这一件哦，他说太夸张，他怎么样穿他就不会觉得痒痒的，因为有些会痒痒，然后穿一整天可能就会不舒服。那你知道台湾的天气，外面很热，里面又吹冷气，温差这样子会很不舒服。他竟然叫我开团呢。他说：“我拜托你开团好不好？这件衣服他可以每天穿。”哎呦，我就觉得就是虽然你们还没有小孩，但是你们也很常在外面招走。这个有没有小孩？你去跑半马，这个就很适合用防晒，轻巧。对，晒太阳运动，连日常穿搭。日常穿搭来了，展示一下啦，瑜伽姐来了啦，时装周了啦，时装周，哎呦，整个台服了啦，哦呦哦呦，有吃的跟它的胶原蛋白，没想到还可以用穿的耶，穿的保养，用哦，很时髦，你这样配很时髦，是就很简单，然后穿着这种纱裙，就是它不只是可以穿得很运动，它还可以穿的就是很时尚。我觉得就是这个品牌就真的很厉害，就是如果没有讲，大家就觉得它就是一件上对，殊不知在讲话的同时我都在保养胶原蛋白，赶快吸收，一整保养，对呀，你们还在那边跟小孩吵架的时候，我已经在那疯狂保养了，对呀，对，就是越穿越水润，就是跟大家分享，很棒哎，哎呦。孩子的童言童语有时候就造成这些小笑话，但只要他没有变坏，其实回忆起来都蛮好玩的。上啊！撑不住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！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。